辗转于春秋，唯不舍爱与自由。穿过荆棘，越过几重高楼，千残过尽谁与有？愿历经世事跌宕，为天下苍生，忍不起最初的天真。誓言落地，深深刺心，天地可证。越黑暗中，越多误入星辰。愿走过命运浮沉，偏向阳而生。年华一瞬，念作永恒。前路漫漫，心中有不灭的歌，有一人在痴痴的等，有一人会将梦完整。加盟同程旅行，开旅游品牌实体门店，轻松创业，梦想变现。同程旅行邀你收看《灼灼风流》。小姐，这些书都拿走了。对对对，哎，这咋走错了？这是娶妾。这穆家真不愧是江南首富，穆老爷娶了10几个妾，这又娶一个。小姐，他娘子他们往这边来了。你俩快一点儿，咱们去看看。来了来了来了！我听说呀，长得可好看了，那不好看也不娶。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。之子于归，乔木齐这阵势，该不会真想考状元吧？都是要当县令夫人的尊贵人了，哪还用得着读这些老史？宜其家事。不行礼啊！新人马上就要拜堂了，你们还在这操心着小七是读书还是嫁人？桃之夭夭，其叶蓁蓁。之子于归，宜其家人。桃之夭夭，不用念了，他娘子他们都走了。还好老爷回归起义，娘都这般声势浩大，咱们才能找到机会。好，那咱们快走啊！小心脚下。心腹晋升处，6处兴旺。心腹进井泉，生生不息。今家有喜庆，纳妇一人，故祭于前，请灶王亲赴拜。这么晚，你们聊好生看见电话，真的，我们离妥协呀！同老合景，却善。老爷看一看，我的小20。18。让老爷看看我的小18到底长什么样子。
小姐，我们该走了。走。小姐，你怎么在车上还看书啊？这么晃。女儿家不好好读书，可是要嫁人的。小姐，女子不都是要嫁人的吗？老爷都娶了18个姨娘了呀。这人嘛，见着年轻漂亮的，不免心生爱慕。倘若家中能够姹紫嫣红，多赏心悦目。那可咱府上不都够凑好几套了吗？这种事儿还能嫌少啊？也是啊，庄县令也娶了那么多姨娘，他还想娶小姐。老爷和大娘子竟然觉得小姐你攀了高枝。士之耽兮，犹可脱也；女之耽兮，不可脱也。小姐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意思就是说，这女人呐，一旦嫁了人，那这辈子可就完了。那若那人只娶一人也不行吗？我爹当年也对我娘起过誓，说此后绝不纳二嗣。那岂不是以后只能靠自己了？只要我能考上功名，这穆家便无人再敢逼我了。我自己就能做县令，还做什么县令夫人呢？还有5天就是我和穆七成亲的日子，可他现在说逃婚就逃婚。道庄文峰是什么人？那穆七休想逃出我的手掌心！给我追！是。迢递高城百尺楼，绿杨之外尽汀洲。居烈，穿过前面那片树林，就要到定京城了。好。哇，小姐，你看那里，那真的好热闹啊！好吃的也多。哎，帝王殿下回城了！哎呀，这阵仗真大呀！居烈，你看，那是定王殿下的车驾。哦，哎，就是那位奏请重开女子恩科的定王殿下。据说他呀，多智如狐，孤傲如狼，残忍如虎，在北凉是能治小儿夜啼的大魔神。哇，定王殿下这么厉害呢？8年前，定王殿下率领3万苍梧军，在郾城打败北凉10万大军。也就是从这个郾城之战后，咱们的南陈啊，才一改衰败之势，跟北凉开始分庭抗礼起来。啊，定王殿下怎么做到的？这商先生倒是没有细说。哎，等我以后认识了这个定王殿下，我一定要亲自问问他。好。前面就是定王府了，快下马！不是，小姐，你还没吃呢。那你也来一口。哎，给我！下！哎，小姐，前面是大魔神啊！赌一把，这。
姐，你刚才吓死我了！你竟然敢冲撞大魔神的车队，你不要命了？定王殿下的人应该不会滥杀无辜吧？但是刚才马车里那只手，应该不是定王殿下的。啊？嘘，马车上那只手皮光肉滑的，那可不像一个常年征战在沙场上的战神应该有的，这其中定有古怪。天呐，小姐，你是什么潜力眼啊？你看啊，这雁城之战之后，虽然扭转乾坤，但是这个北凉跟咱们南城不分输赢的拉扯这么多年，其实啊，是因5年前定王殿下拒马河大败，苍梧军死伤惨重，所以这之后啊，定王殿下行事是越来越低调。但这一次，既然这般大张旗鼓，定王殿下此番回京，没那么简单。啊，对了，小姐，庄县令的人知道咱们进城了，咱们还能躲多久啊？定王殿下倒是教会我一件事儿。狡兔3窟。啊？你说说你，人家只不过是个赶着回去看望病重娘亲的小姑娘，你拔什么剑？还好我及时阻止了。哎，你就不怕当街砍人，把城门守卫给招来？哎呦，王爷耽误了回京的日子，我还要假扮王爷在马车上坐这么久，我老骨头都要散了。我呀，得回去躺躺啊。哎呀。王爷，您也没必要亲自跑一趟吧？还让直墨和张管家兴师动众，演一场您赶回定京的假象。本王不想节外生枝。是。王爷，没想到这破地方还真有桃林。我们找了这么多年，没想到他就藏在定京。这次终于逮到你了，看你还往哪里躲！我现在就把你坟头掀开，我倒要看看你是真死还是假断！王爷，拒马河一战，3万英魂埋骨死城，这袁成明他是叛国贼，他辜负了王爷的信任，更愧对苍梧军3万死去的袍泽。时至今日，本王仍不信他会背叛。王爷。袁成明背叛了我们，他们中埋伏了。云想月。派人严查湖心小岛，
同时开棺验尸，另要查明以女儿身份给袁成明立碑的云响月是谁。是。当年的真相，本王定要找到。你没喝多吧，青爷？没喝多，没喝多。我等着你啊！您可早点来啊！一定来，一定来。好，慢走啊！帮我上走啊！世人皆亲近青楼女子，自认为清高，不愿来这污糟之地。但是，我娘是这样的出身，我反而会觉得这地方让我更亲切。小姐，你也别难过。你看，要不是三姨娘，咱们也不会来到这个地方躲藏。冥冥之中啊，她可能还在保佑咱们呢。想来，周管事他们万万想不到，咱们会在此处落脚。躲是好躲之地，但要是交了半年的房租，咱们可就没有余钱了。车到山前必有路，没关系，我会想办法的，放心吧。是您二位要租这处院子吧？是的。哦，咱们这条街呢叫花巷，这边是卖花的，那边也是卖花的，卖的是另一种花。那要不进去说吧？好，来，进来。这里啊都挺好，就是我跟你们说的，出门得小心点。多谢您的提醒。其实我这次上京是为了来参加会试，绝对不会给您添什么麻烦的。哟，看你年纪轻轻，没成想竟还是个女举人。家母早逝，我跟着家父读过几年书罢了。哎呀，那你也是文曲星下凡。别说如今重开女子恩科不久，就是元光女帝那会儿，女子恩科最繁盛之时，女举人都是稀罕的。但是女子读书不易啊，你们主仆俩以后若是遇上难事，就来找大娘。我姓陆，就住在这条巷口。太感激您了，多谢陆大娘。哎，别客气，来进屋看看吧。好，走。来看看，看看，这房子多好。就是太脏了，太久没人住了。没事的。哎，你们稍等一下，我去点个灯。好的。走，咱们看看。两位姑娘，来，这边看看，这边。哎，陆大娘，这么多书都是从哪来的？不瞒姑娘说，这院子以前的租户啊是个落魄诗人，日日流连小琴宫。他的诗令《青楼女子争相传唱，这些书都是他留下的。那这诗人呢？死了。死了，郁郁不得志。要不然这院子的价钱怎么会如此低呢？小姐，姑娘们若是嫌这院子晦气，不嫌弃，陆大娘，我们不嫌弃的。那好，明天我找人打扫，把这些书啊，我都搬走。哎，不用。陆大娘，这书留下吧，正好我也想看看。哦，那姑娘只管留下。你这姑娘倒是有趣，百无禁忌的，难怪带着个丫鬟就敢赶考。对了，大娘，刚才触碰间，我发现您的手有些发凉，观您目色、眼白还有些发黄，您平日里会不会觉得手足发麻，而且比常人容易怕冷，夜里还总睡不踏实？对，你怎么知道？姑娘还会看病啊？家里有人是大夫，从小耳濡目染。便懂了一些。您这是气血亏虚，大多是女子易得病症。居里，香囊。小姐，陆大娘，这是我自己用药材配制的香囊，您拿去试一试，兴许管用些。这也太贵重了吧？这我如何好意思啊？没事的。那咱们的价格还是按谈好的吗？价格没问题。香囊您就放心收好吧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那姑娘你收拾一下，我就不多打扰了。好。
小姐，之前三姨娘不是说了吗？让您不能展露医术的。如今离会试还有好些时日呢，这笔墨纸砚上的开销定然会极大。还有这个定京城，连吃饭都要比旁处贵上很多。这要不想办法赚钱，拿什么填饱肚子啊？小姐，你放心，有居力在，我不会让你饿肚子的。傻丫头，我就是怕你饿着。好了好了，快去打扫一下，收拾收拾。我正好看看这诗人都留下了什么诗。去吧。那我先去收拾了。小姐，我都说了我力气大，应该是我来刻的。这是我最亲最亲的阿娘，怎能让你代劳呢？阿娘，这些年的努力没有白费，您的女儿已经是个举人了。过不了多久，还会成为进士。您放心，女儿一定会想尽办法出人头地，给您挣个诰命。等女儿在丁京落了脚，就马上帮你找家，一定要让你魂归故里。三姨娘，求求您一定要保佑小姐，还有保佑我们千万别饿肚子。你找谁啊？我听陆大娘说，这里是不是有个大夫？哦，我就是。里面请吧。快躺下吧，让我检查一下。你都不问我是谁吗？大约是住在对面。你让我躺在这儿，难道都不会嫌我脏吗？在我心里，病人都一样。来，快躺下，居里，来。王爷这一路上又是吹风又是进水，受了寒湿，路上一直在咳。正月是什么时候来给王爷看救急啊？不知。王爷，你看直墨他又这样，3句话憋不出一个字，逢上旁人就举他那册子。早知道这样，还不如让我先进定京呢。直墨不说，想来也不是什么大事。不说便不说吧。王爷你偏心。大殿下，参见大殿下。皇叔，你好歹动一动。不然呢？明日去陛下那儿告你一状，说大殿下欺负我这样一个病人。别呀，皇叔，我可是专门来看望您的。姑娘这落胎药下得太猛了，又没有好好休息调养，以至于伤了身子。流血有1月有余了吧？就没有看过大夫吗？来，怎么可能有大夫愿意给我看病呢？我不过只是一个年老色衰的青楼女子，不幸有了身孕而已。那你们就没人管吗？妈妈们都忙着去品花会呢，哪有时间管我们这些旧人？
我见只有直墨一人在府里，我就猜到皇叔肯定又去了别处。皇兄，是否怪我回宫还没过去请安？父皇说，皇叔舟车劳顿，等休息好了以后再进宫也不迟。我回来，给你和2殿下、3殿下都带了礼物。那不行，我得要双份的。那你自己去库房中挑几样喜欢的吧。谢谢皇叔。皇叔，你的身体可有好一些？还那样。赵院士一直在给您找药，相信用不了多久，定能治好您的身体。只是今日您回来晚了一些，可是又去什么地方寻找新的线索了？5年前，父皇铲除了所有相关的人，皇叔还是会以幕后主使，另有其人吗？王爷，贺信来信。你看，一有了发现，这就来了。进来吧。王爷，之前找到的袁成明之墓，是个新修的衣冠冢，但翻遍整个桃花坞都没有找到他的尸骨。不过，河心那边有了新的消息。他们调查到袁成明在拒马河战后出现在涿州、天童山，还有那个云响月有了下落。她就是袁成明之女袁希月，沦落风尘后更名为云响月，如今已是小秦宫头牌。这是方子，谢谢。只是药需要你自己去买。今日的恩情，宋韵往后定当回报。去地啊！小姐，咱们有钱了。不过这银子应该不会是假的吧？我突然想到了我爹娘，我恨我爹，恨了好多年。可是刚才看到那位宋韵姐姐之后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竟然会想，我阿娘当初要是没嫁给我阿爹，也不知道她后来会变成什么样子。她会饿肚子吧？会因为年老色衰，被遗忘在角落。我娘这样的官家女子，沦落风尘是迫不得已。可是，又有哪朵花愿意落为泥淖？怕是有很多花都想长成树那样。但是春去秋来，终是一代新颜换旧阳。所以居力，咱们不能当花，咱们要当树，而且要长成参天大树，不畏严寒，不惧风雨。小姐，那树多难看，不行。我们小姐长得这么好看，不当花怪可惜的。那可不行，我朝有律，凡有婚配的女子，皆不能上朝为官。所以，你们家小姐我是绝对不会嫁人的。不嫁人？不嫁人不行吧？这是还看这种书呢？哎，小姐，这个我见过，街边给人看面相呢，他们就摆着这种图。咱们以医术为生，说不定这诗啊以看相为生呢。这个克夫。王爷，那品花会还挺讲究，要请帖不说，还得用银子兑成金花当彩头。我觉得咱们就翻墙进去。您这身份，走正门不光彩。
翻墙？翻墙就光彩了？王爷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青天有月来几时？我今停杯一问之。小姐，你虽然写的诗不怎么样，但背的诗呢更好听。你快吃你的饼吧。哎，你看那好多好看的灯笼，我们去看看。走，真好看。等以后有钱了，我就给你买一个。穆大夫，穆大夫，我正好要去找你呢。能不能麻烦你跟我去一趟小秦宫呢？小秦宫？不好意思，我知道挺为难你的，不过真的拜托了。好吧。不行，小姐，我怕你遇到危险，我一定要跟你一起去。放心吧，我自己会注意的。你在家等我啊。小姐，我要……不许动，就站这儿。小姐，这位置不是客夫吗？小秦宫人多眼杂，点上这个能挡些事儿的。不许动啊，等我回来。那小姐注意安全。小姐，不然我们明年再选吧。可是不选，如何才能攀附权贵，才有倚仗，才能好好活下去？所以，我没有时间了。请好，云姑娘。这位是穆大夫，这是云姑娘。多谢大夫出手相救，祥月感激不尽。姑娘客气了。好俊俏！呀，十位爷，可容奴家看看请帖呀。里边请，请。姑娘，我这湿针是治标不治本，待会儿您上了台，这冷风一吹，难保又会发作的。容我多嘴一句啊，这花魁年年都选，但你这身子，花魁年年都选，但想阅读的头盔的机会，只有这一次。哦。
年洪双双应该是花魁吧？云响月还没上台呢，他是今年新晋的头牌。是吗？云响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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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了来了来了，云响月出来了，你看，对呀。小七啊，先别跳了，该读书了。阿娘，跳舞有什么不好的？我看阿娘也跳，为什么非要读书？跳舞没有什么不好的，不过读书呢，能让你明事理、辨是非，这样呢，你就知道跳舞好不好了。不光是听阿娘说，明白了吗？嗯。宋姐姐。于淑云姑娘，她是真的喜欢跳舞吗？其实，进入到这种红尘风月之地之后，就算是喜欢，也会变得不喜欢。只有云妹妹她不一样，她进来之后，不哭，也不闹，不到3个月时间，就学会了所有的曲目和舞蹈，然后很快就变成了头牌。他为什么这么拼命？那就不清楚了。花魁啊，金花数可是1600多呢。我们再等等，说不定今年这云响月更高。诸位，金花赠美人，芙蓉暖帐到天明，不知哪位大爷能够抱得美人归呢？我出2000朵金花，2500朵金花。3000朵！哇，3000！3500！哇，这些人一掷千金，都是为了云响月。唉，男人嘛。4000朵，我志在必得。4500朵金花！恭喜这位公子，4500朵金花！啊，也恭喜我们的新花魁云响月。这什么冤大头啊，出这么多钱啊！哼，男人，后脑勺长得好看也没用。啊，回家读书去了。走了走了，哎，穆大夫，姐姐还有什么事吗？有个不情之请，就是我们后院还有好些顾及缠身的姐妹，如果穆大夫你没有什么急事的话，可否？这有何不可？姐姐带路。大恩不言谢，受宋韵一拜。
真是折煞我了。走吧，姐姐，走。我是大夫，别杀我！念念不忘，情未了，在耳鬓撕咬，回忆出了脚，无处停靠。两两相望雨潇潇，谁化作云烟飘渺，留下新的孤岛，做无岸波涛。明明你知道，明明我明了，明明爱锁在眼底缠绕，为一个拥抱，用一生灼烧，再见